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未来3个月内有什么属于你们的爆炸性好消息哦。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这个能量牌卡，对应一下你们的能量哦。我们的第一张牌哦，是有一艘小船哦，它在帆船，它正在航向它的目的地，在航向这个目的地的过程中，好像遭受了一些打击，狂风暴雨。好，这张牌呢，它讲的是这个配平片，一个装饰片。安装在船尾的一个装置哦，它是用来帮助船在这个颠簸不平的水面上来保持一个平衡哦。这一组的朋友，首先我连接到你们的能量是，感觉上当下你处的这个环境哦，对你来说是很束缚的，让你感到不自在、不自由的，不见得是你完完全全讨厌这个环境，但是当中确实有一些气氛、有一些氛围、有一些规范，让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施展开来。你们身上有一些枷锁，有一些包袱，我觉得那些东西无形的在影响你的这种一言一行，你说出来的话，你的行为都被这些好像无形的期许和某一种潜规则也好，某一个气氛也好，你好像你觉得你必须要去遵守。其实这组的朋友看见的是，你们很想要自由，自由的做自己，自由的大笑，自由的好像飞翔，自由的航行，在这个旅途中想要选择自己想要去的一个方向。那在这边呢，宇宙其实有给我们第一组朋友一个非常明确、非常正向的一个讯号，就是这一组的朋友啊，知道吗？在你们的这个船上啊，不管是在狂风暴雨还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其实这艘船哦，它都有办法去举办一个派对。你们有权利去享受，不管你在任何情况，你有权去享受一场很开心的派对，而且你们是这一场派对上的重要嘉宾。如果呢，你们没有享受到头等的这个服务，在这个船舱中最高级、最 VIP 的服务，可能是过去因为你向宇宙提出的这个请求太过谦逊，太过不够明确，就是你可以要的更多，但是你只要最少的就是也许是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多，因此这一组的朋友感觉上你们就是有 VIP 通道的人，你们就是可以去享受很豪华派对的这一组人，但是你们好像把自己隐藏起来，因为你隐藏起来，让自己过得比较低调，不要被其他人发现，也许这样子也不会招致一些酸言酸语。其实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想想看，在这个船或者是飞机上的这个微调的这个板子哦，它呢虽然很小，但是呢它却可以去影响船的这个平稳度跟方向，所以大家不要去担心。不要去担心自己的力量很小，你们呢用最简单的方式、最省力的方式就可以去达到，也就可以去影响你周遭的人，可以去改变你显化的那个实相哦。你们只要有心中有这个愿力，用最小的能力，其实就可以扭转这个船只未来要去运行的方向。不仅是对你自己，也会对你周遭的其他人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这一组的朋友，你要相信你自己，相信你自己的影响力，因为牌面上已经很清楚的指明说，其实，我觉得你们对于你们周遭的人来说啊，或者说对于你们的
朋友啊，或是你跟你有互动的紧密互动这些人来说，你们其实很重要。不管这个重要是哪一种程度，或者说哪一个方向的重要，但其实你们都有一个很特别的存在。而且我看到的是你们的频率正在不断的升高，不断的提高，你们的能量不断的提高，你们的影响范围其实是越来越广，越来越这个影响的范围是越来越大的。只要你不要将自己的能量隐藏起来。你看我们下一张牌哦，就是一个耀眼的光芒，一个耀眼的灯泡，它正在发光。好，接下来其实你们想隐藏也没有办法隐藏啦，因为很明显的我们这边就出现了一个提升你光芒强度的一个牌哦。那这里还有一个财富的讯息，先跟大家说，如果你们这一组的朋友，如果你们过去对于财务状况是有一些烦恼，或是说你正在追寻一个更大程度的财务自由，一个更丰厚的生活的话，这一组牌其实告诉大家的是，你们很可能会从另外一个人身上去获得你想要的一个丰盛财富的状态。比如说，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朋友，你可能会遇到一个人，这个人的财务状况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它可以让你把你的工作当成是兴趣，当成是消遣，而不是一个赖以为生的工具。那如果呢，你们现在已经有伴侣，或者说你已经有这个在一段稳定关系家庭中的话，好，我看到了你身边的这个人呢，他可能对于他的这个金钱的认知的范围会有所提升，就是他对于金钱的学习、赚钱的知识整个能量都是在往上升的。他掌握了这些知识之后其实就可以更快速的、更有效率的去聚集金钱的来源。那跟他作为紧密连接的你其实我看到你们也会因此而享受到很丰盛的一个生活。好，这一组的朋友，提升你的光芒强度，就像把灯打开一样，这是一个觉醒的过程，它是一个就像灯光一样，它是需要不断的调整的。你们的觉醒的过程跟能量，它也不是一次性的，它是有的时候你打开了，有的时候这个灯它是需要去调整，有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光芒是在最巅峰、最顶峰的时刻，有的时候你又觉得你的能量好像是一个低谷。所以我看到你们的觉醒它并不是一个水平的静止的一个过程，相反它像是一个动态的舞蹈，逐渐的变得更加的璀璨，更加的耀眼。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在未来3个月内，你们的心中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转折，这个转折也会反映到你们的外在的这个实相上。如果过去你们是属于那一种默默的做事，默默的好像不出声再去努力的话，接下来我觉得内心有一个很大的转折是你们要去大放异彩，你们不会再安静，你们的光芒会被看见。那有一些朋友，如果你过去有一些比较大的计划，你默默的投入了很多的努力在这个上面，你的创业、你的学业，以及你想要去完成的某一件事情，你想要去移民，你想要去取得一个什么资格证书，接下来我觉得在你的心态上，你会有一个更加笃定的一个信念。不管是在跟他人合作，或是这件事情你是需要单独完成的话，我觉得你们内在都非常的有力量。你们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的这个心中的力量，它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并不是一个虚假的信心，它是真的有确信、有凭据，让你相信你可以达到你想要去的地方。你们的光芒就像这个灯泡100瓦的灯泡一样，我觉得你们的活力会越来越强，越来越迈向一个正在绽放的状态。你们的振动频率是向上的，向上去兼容，然后把各种美好的东西去吸收进来。也就是说，你们的舒适圈不断的在扩大，也不断的在提升。你的这个振动频率其实配得上你心中的理想，
你心中的梦想，你们的生活水平会有很大一个程度的提升。只要你们心态调整好了，其实你们就可以去站在这个亮眼的场域中，去接收到光跟爱的能量，不仅是来自外在的光跟爱，我觉得也是你们本身就是非常让人惊喜，非常让人惊讶，要让人就是站起来替你们鼓掌的一个状态。你们本身的内在，我觉得真的是心念，它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过去你们在储备的事情，储备很久的事情，它要一次性的爆发起来。过去如果你是这种默默无言的努力的在准备，接下来就是你们崭露头角的时刻。很多朋友在这一组你们会是黑马，就是一飞冲天，以这种别人意想不到的姿态去抢得最后的冠军，去拔得头筹，去赢得那个第一名，去拿到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位置。你们会去过上你理想的生活，这是非常非常明确的讯息。而且你们本身就是一个会发光的灯泡，你们本身就有好多的能量这个都是你们蕴藏在体内累积很久的，你可能过去不知道自己身上有这样子的能量。特别是我觉得在金钱上宇宙真的会给你很多的祝福，很多的一个积累，不光光只是你自己你在投注的项目上获得回报，还有刚刚说的来自跟你有这种爱的连结的这个人，他会在财富的能量上给你很大的一个帮助，让你们达到丰盛的状态。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帮大家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塔罗牌还有什么样子的讯息要告诉我们呢？好，我们是圣杯的女神还有我们的圣杯的皇后。这组的朋友，你们的灵性层次很高你们本身灵性其实正在散发出耀眼的光辉色彩。你看你们的顶轮在接收来自宇宙给你的讯息，宇宙给你的能量哇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我觉得你们真的会达成一个自由的一个状态这个自由特别是涉及到情感层面的。如果过去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跟某一个人情感面临了卡关，然后你一直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共识，或是这段感情没有办法推展到你理想的一个进程，理想的一个前程，理想的一个高度的话，我觉得接下来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宇宙的能量会帮助你们两个。对，宇宙的能量接下来要帮助你们两个达到一个合一跟平衡，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舒畅，特别是在感情流通的这一块，你们两个可以去一起谈论理想，你们两个可以一起去经历生命的转折之后呢，达成一个合一，不是分离虽然这当中会有一些这种来来回回的拉扯，可是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不要怕。你们未来在感情上，在人际上的互动是非常的流畅的。这个流畅有一点像是，我觉得你们更加的做自己了。你们过去很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是在等待其他人。好，你在等待一个人给你回应，你在等待其他人去多多的关注你，或者是说你在等待某一个人回你讯息。可是接下来这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会去投注更多的心力跟关爱在自己身上。你可能就是让自己去跳舞，给自己买一束最漂亮的花。在接下来的感情流动中，我觉得更多的爱是流向你们自己。当你们够爱自己的时候，其实身边反而我觉得其他人会向你靠近为什么要向你靠近呢？因为你们本身不是一个匮乏的状态，你们是一个丰盛满足的状态，你知道要怎么样子讨好自己，爱自己。而你们过去对于感情那个美好的执着跟美好的期待其实就会悄悄的实现，悄悄的来到你的生命中，有点像是你自己先和你自己去完成你对于感情中想要跟另外一个人一起去完成的理想跟期盼，那个梦想你自己先和你自己完成了。而接下来呢，会有人跟随上你的脚步，去再一次显现那个两个人
应该要去走的那个路。那这一组的朋友啊，宇宙告诉你们，其实有一些东西哦，应该要去放下。这个放下，它其实是给宇宙一个作用力，在这个时间跟空间中，你去挪出来，让它空白。空白之后啊，宇宙才可以施展它的魔法。因为你们该努力的都已经去努力了，所以接下来宇宙要用它的能量去感动一个人的心，让这个人来到你的生命中，可能跟你牵起手，走接下来的人生，或者是他要用他的力量去感动一个人，让你们去连接一段过去让你觉得很刻骨铭心的感情。我觉得在这未来3个月内，你们的内心会有得到很大的感动的讯息，会让你会接收到一个很明确的讯号，来自宇宙，来自身边的家人，然后你得到之后，这是一个惊喜的讯息，你会觉得很感动，你知道你正在迈向一个满足完满的一个状态，而且你身边是有人的，在陪伴在你身边的这些人，他们各自有他们的人生议题，可是你们合起来可以去完成一个属于你们共同的更大的在那个交集点中的一个梦想。还有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过去刚刚说过，你们真的是经历了很多，你看这个是宝剑十哦，在这些经历中，你们所受的苦绝对不是白白所受的，并不是白白去承受这些屈辱的。在这个宝剑十的状态中，你们学会了去低头，也学会了去倾听，去贴近这个地面。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看到的是你们更加的落地，更加的柔软。接下来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难关可以去阻挡你，你的内在非常的有智慧。接下来不管面对什么样子的情况，你们都可以非常平静以对，平静的去看待这个世界中所谓的悲欢离合，你也去平静的去拾起你过去应该要完成的那些任务。这个宝剑十看起来很痛，可是我觉得你们已经是一个刀枪不入的一个状态。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能够去保护自己，在你柔软的内心外面有一个坚硬的壳，这个坚硬的壳是你自己建立起来，为了要让你去保护自己、支撑自己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其实当你们再次起身的时候，这些插在你身上的剑其实很轻易的就会掉落，它并没有真正的伤及筋骨，伤到那个心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越来越懂得趋吉避凶，你们用你的智慧去避开一些险恶的状态，让这些伤害降到最小，不管是在工作上、人际上都是哦。好 ，Ace of Wands。哦，好漂亮哦！孔雀，你看，你们有这个金币女神的祝福 ，Ace of Wands。你们的金钱的祝福来自于你们想要做的事情哦。过去在事业上的这个瓶颈，或者说过去在学业上的瓶颈，很快就会被突破，一跃而过。然后突破了这个瓶颈之后，你们会翻倍的得到收获。学习也是，你可以很快速的理解、掌握那个知识，在金钱上的能量翻倍的成长。而且我看见的是，这个金钱哦，它给你带来的是自信、耀眼、成就，跟一个酣畅淋漓的感觉。有的时候金钱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束缚，就是虽然很有钱，但是也被这个金钱不断的束缚，被这个金钱不断的奴役。可是你们不是哦，你们是金钱的主人，而不是这个金钱的奴役，被金钱奴役的人。所以我看到的是，其实你们会站在舞台中央，是大家所羡慕倾羡的对象。很多的这个金钱，很多的丰收，很多的物质的讯号都会涌向你。你们非常自在，对，你们很自在自信的在走自己想要走的路。你整体而言的能量状态非常的好。当你静止不动的时候其实你并不是真的静止，而是你正在显化你的理想、你的梦想。这边这个女生她戴着很漂亮的金色的这个项链，金光闪闪的。你们身上有贵气的能量哦。好，
你们的内在很温柔，然后在外在，我觉得是非常华丽，然后非常令人没有办法去移开目光的那一种闪耀的能量。好，同时啊，你们的感受力很强，其实你们就很像是孔雀一样，你们是众人眼中的这个焦点。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们想要的，可是你们确实会蜕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在你们蜕变完成之后啊，我觉得你们真的可以完完全全做自己，完完全全的自由了。你不会再去羡慕其他人，因为你本身的能量状态就非常好。你会满足于宇宙给你的一切，你会用宇宙给你的能力跟金钱去实现任何你所想要实现的事情。这一组的朋友呢，不用再去羡慕别人，真的，别人反而会去羡慕你达成这样子的美好的状态。我觉得你们整个人在气场还有在外在上哦，都有微调，都有改变。好，很多朋友啊，我看到的是你们会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个朋友啊，他还跟爱情的讯息有关哦。有些朋友这边也有这种同性比较强的能量。好，你的爱人啊，不仅是你的朋友，他也是你的灵魂伴侣。有这样子的讯息哦，你的爱人很可能就是你，他会去支持你事业的人，或者是说你们两个有共创事业、共同学习的一个能量哦。好，你会找到一个你自己最喜欢的相处的方式，而你身边也真的会聚集一些跟你一起庆祝的人，跟你一起开心、一起玩的人。我觉得很多人，你们是这个中心点，很多人会靠近你，很多人会去欣赏你，很多人会去，有点像是你的小粉丝一样，他也想要跟你过一样的生活，或者是说他也喜欢你展现出来的气质跟态度，他们想要靠近你。对，你们有点像是被很多人簇拥着的，微笑着的，然后这些人因为你本身的能量而吸引而来，而靠近你，你们在一起玩，然后在一起庆祝什么样子的事情，而你跟你的灵魂伴侣啊，你们在共同的学习哦，你们也在共同的去策划一件事情，你们两个互相的去分享彼此的真心话，你们也在互相的对话中有了很多的学习跟很多的领悟。我感受到有些朋友，你可能会和你的灵魂伴侣哦，你们看你们这一组牌，这张牌它是望向远方的，你们有一个想要去的远方是吗？你们有一个想要去突破的，或者说更高的一个地方。有些朋友，你可能是想要跟你的伴侣一起到新的城市、新的国家去生活，或是你希望你在这个已经定居下来的这个国家、这个地方哦，你可以去建立一些更有连接感的一个东西。好，这一组的朋友，你跟你的伴侣啊，不见得只是谈小情小爱的，我觉得你们就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一群人。比如说，如果你们组建家庭的话，你会希望说，你的家庭的蓝图是什么？你要如何去养育你的孩子？我觉得你们心中是有想法的。好，这一组的朋友，你跟你的伴侣，很可能你们其实在等待的是一个财务上的自由，就是最终的那个自由啊。你们不再被任何压力所限制，自由的选择在你想要起床的时间起床，然后自由的去安排那种时间的调配，这些东西你们都会去实现哦。而且我觉得你在实现的这个丰收跟丰盛，物质丰收跟丰盛的过程啊，其实它会跟你本身的灵性跟感受力是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你们的灵性能量其实可以帮助你在物质世界中的那个资源更加的稳固，更加的坚实。那这样大家如果你们已经有伴侣的话，真的可以跟伴侣共同去计划一些事情。好，特别是在新的一年的开端啊，你们两个要一起去想一下，你们两个接下来要去完成什么样子的目标，以及把它拆解成一些小步骤，然后定出一个实际的一个计划哦，很容易就可以达到，真的。
因为你们背后有宇宙的能量在支持，只要你们两个继续保持同心协力，相同的动作，你看这两个人的手是互相勾在一起的，然后两个人都要一起哦，好，不要分开，两个人要在一起，然后两个人也要一起去行动，这个是宇宙给你们的讯息。战车牌，对，这是大牌的能量。好，给我的感应是，这一组的朋友啊，接下来哦，在你跟你的第一个是你跟你的伴侣沟通交流上，我觉得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它会被解决，它会被突破。那如果你是过去跟某一个人关系，在某一个好像关卡住了，或是在某一个漩涡中不断的轮回的话，我觉得这些东西它其实会被瓦解，它其实会被冲散。这里有一个勇往直前的能量哦，你们的羁绊哦会变得越来越深，而且这个深并不是说工作上、学业上或是日常琐事的那些互动，它有一个指导心灵、直通心灵的那一种连接感。这个战车牌，它是载着满满的爱前行，满满的爱跟满满的爱去行动的。对于这组的朋友，你们想要做的事情啊，我看见你也是用满满的爱去将它完成的。好，宝剑3，我们的金币9，这一组的朋友不用担心哦，你们的金钱能量哦，宇宙已经一再的告诉我们说，你们在金钱上是绝对受到祝福的。当然，这个中间呢，会有一些你需要去突破的一些小关卡。不过最后，你们真的有好多这个女王的牌哦。最后，其实你们就是人生中的最后的赢家跟最后的胜利者。有的时候你们暂时落后，真的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们要赢的不是，一场战役，你要赢的是整个人生，对不对？在关系中也是，我们要去赢得的是一场关系，而不是一次纷争去跟这个人争输赢。这组的朋友，我看见是你们的心越来越柔软，有的时候你在退，其实你是在前进的；有的时候你在退，其实你是在保护你的能量的，你在酝酿下一次的芬芳跟绽放。我觉得你们的能量好美哦，你看你们这个漂亮的紫色的花朵跟孔雀，不管是男生女生呢，外在的那个形象，我觉得都是非常的有质感，非常的动人的。好，在日常生活中啊，你会去给自己安排一些，我觉得是各式各样调剂身心灵的这种活动吧。接下来宇宙要告诉你们的事情是，在这个面包跟爱情中，你们完全不用去选择，两个你都会有，你们不用去2择1，这两个都是宇宙要给你的礼物。而且我看到的是你的爱情哦，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它其实就是你的爱情，它并不是一个单独出来的一个仪式或一场旅行或者是一次婚礼，它是渗入到你的每一天，你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说你每一天都会感觉到你有收到讯息，有人关爱，或是你每一天都知道这个人在用什么样子的形式跟你连接哦。好，当你在工作学习的时候，当你出远门的时候，当你在外地的时候，我看到你们的心灵能量也是饱满的。你在做的事情，其实会有人理解你，理解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它让你觉得你不再是孤军奋战的，而且你们的生活啊，不单单只是生活，不单单只是起床赚钱，然后回家睡觉。不是这样子的，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的生活是有情有味，然后有这种情调感，有这种浪漫感，有这个滋润感的，而且你们的这个生活啊，它是有季节性的，春夏秋冬，不同的时序，不同的一个变化。你们不再会因为现实中的一些磨难而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非常的没有力量。相反的，你对你自己充满了信心。我看见你真的
知道这一切都会好转，不管你现在是处于什么样子的氛围，你的财务状况是怎么样，其实宇宙很明确的告诉你说，一切都是好转的。好，你们来自朋友，来自这个灵魂伴侣给你的能量滋养，真的是觉得非常强烈的。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非常开心。有些朋友很可能跟你是弱连结的，就是你们是在某一个场合相遇，相遇的次数不是很多，可是每一次看到他们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开心。他可能看到这些朋友，有可能是你们一起去冲浪，一起去玩耍，或是一起去什么样子的学习瑜伽课或是语言课认识的一群朋友。每次看到他们，你们就有很多的事情想要分享，互相的充电。好，这一组的朋友，你在做你热爱的事情，在走你想要走的路，在这一路上，有些人离开，然后有些人就是再也不见了，可是也有新的人加入到你的生命中。有些人则是他陪你走了一小段，离开了之后又想要回到你的生命中。所以我看到你们的能量其实是不断的在吸引很多很多的人来临。你们也慢慢的在知道，其实人生这一条路是漫漫长路，它是一个马拉松。我看到你们真的是在保持精力向前走，你们在为自己的人生去配速。好，因为我们是最后的国王，最后的皇后，你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聪明。这世界上有很多不公平、不正义的事情，但那些东西不是用来阻碍你的，相反的，你们的能量是要去跨越这些东西的。比如说，当前你在一个不被肯定的职场环境，或是在一个你觉得你没有兴趣的领域中，其实这个就是宇宙给你的讯号。你们有些时候要去转换一下观点。这一组的朋友看到你们断舍离之后，很可能会找到一个更适合你、薪水也更好的一个 offer。或者是说呢，当你转换了一个领域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更加的快乐。这组的朋友，你们会有意外之喜的一个降临哦。你们要多去让自己的身体活动起来，不管是刚刚说的做瑜伽，或是有些朋友去这种水上运动嘛，冲浪或是什么的，就是让自己的身体以各种形式的活动跟活络出来。因为你们接下来就是要去迎接一个新的姿态的生活，要先储备好能量，心灵的能量跟这个肉体的能量都是，你们可以重新的掌握自己的人生，就是未来啦，你们就是生命中的主人。过去让你觉得寸步难行，来自他人的限制、不公平或者是剥夺感，这些东西它都已经过去了，最低谷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接下来你们要迎向更加的稳定、繁荣以及丰盛的这种阶段。所以焦躁、不安、恐惧跟自我打击，那个都是上一个阶段的事情。在未来3个月甚至之后，我觉得你们心中的那个紧张感跟紧绷感很大一个程度会获得舒缓。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真的就是享受生活，迎接生活中的美好。即使在这个过程中你们遇到竞争，或是遇到一些你不是那么舒服的状态，你们都可以有智慧巧妙的化敌为友，或是巧妙的让这个敌人自投罗网。所以这一组的朋友不要担心，你曾经伤害你的人，他会得到他应有的这个因果业力的一个平衡，而你们曾经付出的东西也会得到你相对应的一个回馈跟回报。我看到的是你们好像更加的期待，更加的再去吸收，像海绵一样吸收来自世界给你的好运跟爱。那很多朋友真的就在未来3个月内，你陆续的就要收到合作的好消息，这种面试成功的好消息，或是一些通知的讯息。有些朋友则是来自暗恋的一个讯息，对，你们要不断的在接收这个好消息，然后
你在努力的事情很快就会有成果，整个精神状态跟外在能量上，我觉得都是大家看了会很惊艳跟很惊叹的。好，这一组的朋友啊，接下来就是4个字：顺势而为。你们正走在对的频率跟对的能量上，你会体会到宇宙给你最真实、最宝贵的一个支持。你们会看见属于你们自己的彩虹跟属于你自己的风景哦。而且在这个背后啊，有金钱能量在支撑你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包含去追寻你的梦想，去买你想要买的东西，去你想要去的国家。你们整个生活状态都是更加的多彩多姿，非常的丰富，有很多的计划正在开展，是吗？还有我看到的是这一组的朋友在整个过程中，你们的决策品质更加的提升了。这个决策来自于你内在的智慧跟判断，这个决策的品质提升，也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加坚强，变得更加的勇敢，变得更加的独立。你们可以自己去做很多的事情，你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去解决很多的困难，然后增广见闻，去学习，去看见，去体验。你们真的能够去，我觉得是不仅是跳脱舒适圈，同时也是扩大舒适圈。你才发现原来你自己有这么大的能力跟能耐，你才发现原来那些批评你的人，他是嫉妒你，那些酸民或者说那些背后想要去拉下你的小人，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心念跟心愿，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因此他只好用他的言语来攻击你。但是不要担心哦，属于你们的真正的朋友已经要来临了，属于你们真正的灵魂伴侣，他也是跟着你们手勾着手，面向同一个目标，面向同一个方向。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会收获金钱、朋友跟这个爱情的能量，3丰收的能量。还有重点是你们智慧是增长的，你们的灵性的智慧跟这个处事的智慧，我觉得都是在提升的。你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节省自己的时间跟金钱的模式去处理，去下判断，而不是逞凶斗狠。你们要赢的是赢一个全盘全局。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越来越有长线的思维，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宇宙给你的礼物。它的这个礼物啊，或是给你的这个帮助，它并不是给你鱼吃，相反的，它是教你怎么样钓鱼，它去改变你的内在，改变你的心性，让你在人生的每一个关卡，每一个抉择点都去做最正确最对的一个选择。长期下来，你们的人生就会累积很多好品质的选择，让你的人生去通往一个长线最后的最终的那个胜利。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我是蜜雅，我在 B 站跟 YouTube 的名称都是蜜雅塔罗。那就祝福选到第一组的朋友，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2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一下未来3个月内有什么样子的好消息，爆炸性的好消息会降临到你们的生命中呢。好，首先呢，我感应到第一个很强烈的能量，就是应接不暇。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在未来3个月内，你们会有一点点烦恼。这个烦恼是来自于，比如说你收到了一大笔金钱哦，你该怎么运用，或者是说，你的这个金钱它可能是小量的，但是源源不绝的一直来，你会想说，我要怎么拿这些钱怎么办？我要去投资，我要去安排旅行，还是我要存起来？你们会有这样子的烦恼。第二个是有些朋友你们的这个桃花的能量源源不绝哦，很可能过去一段时间哦，你们是一个在感情状态、心态上比较孤单，或者说比较封闭的一个能量。可是接下来主要是你们的心态转换，你愿意去
打开，你愿意去不设限的去认识人之后呢，我看到宇宙正在以一个很特别的这种能量流动的方式，把一些好的人以及跟你有缘的人聚集在你的生命中。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以去选择在不同的桃花中做选择，你想要跟谁去发展成比较深入的关系，你想要花时间去认识谁，花时间去跟他相处，花时间去跟他构筑一个稳固的连结。那另外啊，我看到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过去心中比较焦躁或者说卡关的某一件事情，你担心很久的那件事情在下一个阶段它会平安的被解决。你心上有一个大石头，我看到是心上的大石头放下来的这样子的画面。可能你过去为了这件事情你在等待一个讯息，或是说在等待一个结果，或是说你一直在好像花很多时间在准备的一场考试试验，或是你要去参加一个面试之类的这一种很长一段时间你因为这件事情睡不好觉，或者说你在等待一个人的讯息给你一个回复，这个决定感觉上就是这个消息，这个决定会是影响你未来人生中的走向，而这个让你一直有点担忧，有点恐惧，然后心情一直在一个紧绷状态的这件事情要完结了，要结束了。这一组的朋友，我看到你们有一种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你确定了这个结果之后，你的未来会恢复到一个平静，然后可以更舒展，就是你的这个眉头不会再紧锁，你会很就是像小孩子一样可以往前冲得很快，感觉上会有更多无忧无虑的能量取代之前这一种焦躁不安的这个情绪。好，这个苦恼担忧很久的苦恼会被解决。好，那另外这一组我觉得你们很棒的就是你们得到了心灵的这种平和跟平静之后你们的能量不是就停下来，就是再也就是好像有点糜烂的享受生活。我看见你们确实是有享受生活的时候，但是呢，你们在享受在放松的同时其实也在默默的规划下一个阶段要怎么走。这组的朋友，我觉得你对于你的人生是有盼望的，是有期待的，在每一个阶段应该要完成什么事情而且当你这个心头担忧的事情放下来之后，我觉得你可以看起来是很多朋友你会给你的人生设下一个更高的期待跟更高的标准，那你也有勇气，你也有信心去往这个你梦寐以求想要做的事情前进。你们本身是非常有力量的，而且我觉得内心有一个笃定感，就是并不是我怎么说呢？并不是我没有能力，而是我想不想做而已。所以这一组的朋友，重点就在于你们的意愿，你们的意念有多深。如果你想的话，宇宙其实会为你开路的。过去我看见有一段时间这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因为我觉得有点像是不小心跌入到一个这种黑洞，或是说卷入了某一些纷争，让你明明在往前走的时候需要费心去处理，好像身边的一些杂音杂讯，然后有很多人有一些琐事要你去处理，对不对？那些琐事我觉得这个东西过去确确实实的让你往前走的脚步有一点比较停顿，有一点比较慢下来。可是这个同时就是这些琐事它为什么会浮现呢？其实它有一点像是在清扫在清理房子之前我们会把很多东西好像移开，它上面的灰尘会掉落，就是会
会呈现出那个最脏的状态嘛，我们再一次把它扫干净，我们会去发现房子里最脏的这个角落，原来这个床移开之后下面有这么多的脏物，之后我们再把它大扫除。所以过去的某一个阶段，我觉得是宇宙在帮助你们做能量的转换，让你看见原来这些东西有一些刺，原来这些人是有负能量的。好，我们要将它全部都清理，你跟宇宙说你不要了，他们就会离开。所以你们接下来，我觉得你们接下来整个能量是非常清爽，非常就是简洁、清爽、简约，然后以一个王者的姿态回归到你生命中的一个舞台哦。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生命中接下来要留下来的人，他们都是被筛选过的人，就是真正理解你的人，真正爱你的人，才能够进入到你的能量场，才能够进入到你的生活圈中。那我看见在你们自己内心经过一番清扫跟清理之后啊，你们本身的直觉力也会变得更加的敏锐，你可以从一堆杂乱的资讯中很快的找到重点，并且你用你自己的话，你用你自己的文字，或是你用你自己的镜头去整理去表现。也就是说在同样一大堆杂乱纷杂的资讯中，别人可能是会被分散，抓不到重点，可是我觉得你们很快就可以提纲挈领，并且整理出一些对这个世界有用的资讯，符合这个世界的需要的某一个产出。你们能够看见这一些数字，这一些片段背后真正的意涵在哪里。你们在处理事情的这个节奏，我觉得更加的明快。你们用的手段是很轻柔、顺水推舟的方式去达成你想要达到的那个目的地。所以很多时候啊，别人在不知不觉中就被你说服了，感觉上你都在顺着他的话去讲，可是为什么最后他却结论却是导向你这边，却是有利于你这边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日常生活中有一些，特别是人际的一些纷争，时间、资源、能量上的一些纷争，你们都有办法去导向就是对你而言是你最想要的那个方向。可能过去在你们的团队或不同团队之间有一些竞争，或是说在你的这种伴侣的关系中有一些竞争，比如说资源的竞争，就是说你们的共同的这个时间要去他家还是要去你家，或者是说对方想要多花一点时间在工作，或者是说你想要多花一点时间在工作，但是另外一个人则是希望可以两个人有更多的时间相处，类似这样子资源上的竞争，时间上的竞争等等的，你们都可以以一个很轻松很优雅的方式去解决这些在亲密关系中的一个冲突，或者说过去你看似一个无解的难题。有些朋友过去可能你真的觉得你不想要去说，是因为你觉得说了浪费力气，然后又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结果。可是接下来宇宙告诉你说，你们其实也不用去好像想要去说服对方，因为你就用你这个好像温柔的能量，你可以让事情有所转换，让事情可以很圆满的得到一个解决，不用去吵架，不用去剑拔弩张。好，那另外这边有一点想要小小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我觉得接下来3个月内你们身上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刚刚说过有很多桃花的能量，有很多选择嘛。那如果说有些朋友如果你单身，那很好，多看看。可是有些朋友你们现在很可能已经在一段关系中咯，但是你一个人去旅游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在用网络的时候又碰到了新的人，对你也是有意思，而且他好像知道你现在这个感情状态，他说他愿意去等你，或者说他愿意去跟你就是还是想要跟你连接。我看到有些朋友确实会有这种你在新的伴侣跟旧的伴侣当中需要去选择的一个能量。那
我觉得你们要多多去看一看你最终所想要的爱情是什么，谁的价值观是跟你比较相符的，以及你在下这个决策过程中可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它会影响到很多人，究竟怎么样子的选择对你而言是比较适合的呢？这个是宇宙要去提醒你，你要去想一想的，要去看见这件事情下决定之后会影响的人层面跟范围，以及你内心的这个需求，你内心的这个声音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们真的是充满魅力，我觉得很多人会受到你们的吸引来到你的生命中。好，那另外这边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如果你过去曾经就是过去的1年，或者是说过去的半年内，你曾经犯了一个错，或者说你曾经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是你太超过了，或者说你因为不小心在工作上有一些就是错误会影响到其他人的话我觉得接下来这件事情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小，而且你们可以用一个伤害最小的方式去把它做完结或是做缓解，不管它是一个在金钱上或是在跟某一个人的纠纷的话，我看见这个伤口它会缩到最小。那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只要你们就是有诚意，或是说你真的去，其实宇宙也不是想要去怎么样真的要给你一个惩罚，只要你去看见去理解，好，你去理解你曾经做的这件事情给别人造成的伤害，说的这句话给别人造成的伤害等等的，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去理解，你去看见，你给对方一个真诚的道歉，或者是说你在下一次你就把这件事情记起来，你在下一次就慢慢的调整，慢慢的改善，这样子其实你们不会因为过去的这个错误影响到你们的未来，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如果你们曾经在人际上或者说在金钱在工作上有一个错误的话，它不会再继续的影响你。好，周遭的这个能量，宇宙跟你的指导灵，你的守护天使，它其实都在保护你。你们在未来3个月内，我觉得你们会有那种梦境，比如说你在午睡的时候，或是说你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你的脑海中会浮现一些图像，特别是一些我觉得是美丽的图像，关于你的愿望如何被满足的一个图像，美梦成真愿望实现的那个图像会清晰的就在你的梦境中呈现。所以我看到你们有那种就是酣梦，就是甜梦啦，不是那种被惊醒的噩梦，而是你睡觉的时候你会觉得睡到嘴角都会笑，是很开心很满足的能量。那有些朋友，如果你们在期待成为爸爸妈妈，或者说你期待你的生活周遭有新的生命来临，不管是你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说你们家族中的孩子，或者是说你去养的这个猫猫狗狗之类，你期待有新的成员加入到你们的这个生命中的话，我觉得好，接下来半年内它会有一个类似这种新的成员、新的能量、新的生命加入到你现在的这个组织、你现在这个团队，或者说你现在这个家庭有很多的事情它正在的发生，这个发生会是以你想要的方式、你喜欢的方式去显化出来。从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嘛，我觉得你们的心态会慢慢的恢复到一个比较平和、比较平静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整体而言，你们就是一切安好，然后心情上非常的舒适自在。我觉得你也不会想要去跟别人竞争，或是不需要去很用力的去保护自己的这个东西，因为东西是你的，或者说人是你的，别人也抢不走。那如果不是你的，就算你紧紧的握在手里，它最终都还是会流走。所以我觉得你们心中有一个非常清醒、非常明白、非常笃定的一个心态。
你们对于很多就是混乱，或者说很多不明确的事情啊，你们不用很快的去下决定、下判断。宇宙告诉你说，有的时候你稍微就是你不用很快的去下一个决定，你让时间去酝酿，你反而会看见当时解不开的结被解开了，或者说时空背景改变之后，当时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所以很可能你是跟某一个人在缘分上有所突破，可能本来你们是因为有一些身份的问题，或是说当时一些时空背景会有什么外力，你跟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连接，那你会看见随着这个命运之轮，这个齿轮不断的在运转，你跟某一个人，你们在连接上会有新的突破、新的发展，或者是说你在事业上，好，你本来可能觉得在这个单位不得志，或者说做得很不开心，也许你会有一个被调动的机会，或者是有些朋友你的组织会有一些改变，让你觉得这个没有办法相处的主管或是谁，他会被调走。而新加入到你团队的这个主管或是你的同事，你跟他相处起来是很愉快的，你的长才是可以被看见的。如果你原本是在这个单位就是因为其他人的偏见，所以你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评价的话，我觉得接下来你的这个特长才能这个特长才能优势会被看见。有些朋友真的是由黑翻红，有的朋友是如果你本来做的还 OK 的话，但是就是有一种施展不开但是也还 OK 的状况，我觉得在下一个阶段就是你真的会被看见，然后是你可以去用你的实力来说服其他人，你会得到一个舞台空间。而这个团队的组织，或者说这个团队的其他的成员，或是决定你们分红、决定你分数的这个人啊，我觉得他很大一个程度能够体会你的这个奉献，或者你的这个贡献，或者说你的一个独特性，对于组织的一个特殊性的存在，真的不是谁都能够取代的。好，这一组的朋友，接下来你们在生命中会感受到无条件的爱，真的是无条件的这种被宇宙关怀的能量，不论是这种人这种生命啊，动物啊，或者是说这种大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你都可以感受到你是被宇宙所爱所滋养的。这一组的朋友啊，在未来3个月内，你们会收到一个通知或是一个讯息。那这个通知、这个讯息很可能只是薄薄的一张纸，通知你一个结果，或是它是一句谢谢、一个感谢的话等等的。可是我觉得这个很简单的通知或很简单很温暖的传讯，对你而言呢，就是非常的感动的。因为真的在这个你等待这个结果或暖心的话之前呢，是一个人不被理解的孤独和漫长时间的努力，那个辛苦，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为了去准备这件事情，真的是埋头苦干了很久，一个人忍受各种漫漫的长夜。有些朋友则是我看到你是一个人可能带着孩子的辛酸，然后又要兼顾你的工作等等的，是有很多的时刻你都觉得你撑不下去了，但是最后你还是熬过来了，换来的是也许是身边的人给你的一个肯定，这个对你来说其实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得到了这个结果，因为你得到了这个肯定，或是关于上司的一个鼓励，肯定你这个工作的专案，你在上面的一个付出以及表现等等，我觉得你的辛劳、你的努力、你过去的奋斗被看见了，你因为被看见了，你们愿意投入更多或是持续的投入在这段关系或这个学业或是这个工作上。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
觉得很暖心，因为这个是一个你们被认同的时刻，这个是一个你的牺牲被看见的时刻，并不是那么多年以来，就是不是真的一切都是白白的付出，白白的牺牲，好像投入到水一样。你可能曾经也会这样子的去怀疑说，到底有没有一天是我的出头天，到底有没有一天我可以浮上水面。可是真的，你收到了这个讯息通知或是感谢之后，你们就明白，原来宇宙是看在眼里的，原来你的努力是可以去感动这个上天以及你周遭的人的。那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正在走在一条前往物质丰盛的一个道路，这一条是怎么说呢？必经之路，就是不管怎么说，不管你选的方向是哪一条啦，这个礼物准备好了就在前方要给你，它是一个很大程度的物质上的丰盛。不管你现在要走哪一条路，它都是在你的这个途中，你经过就可以看见，就可以得到。这个我觉得啦，物质的丰盛，我听到的讯息是你们其实跟宇宙有下这个清单，对不对？你们有跟宇宙去祈求，这个也是你一直以来在跟宇宙沟通的事情。哪一天你可以谷底翻身，哪一天你可以去重生，你们需要这些金钱来帮忙，来让你度过一个更加无忧无虑的生活。所以呢，有的朋友看到这个真的是一次的很大一笔钱会流入，改善你的负债跟经济的状况。有些朋友他则像是这种分次的，但是是很稳定的进来，所以会有这样子两个方式。这个一开场就跟你们提到，这个礼物是预备好要给你们的，所以大家不用去想说，万一我好像错过了怎么办？万一我做出了选择跟这个幸运财富之神擦肩而过了怎么办？没有，这个是宇宙要给你们的回馈跟回报，所以你们一定会得到的。不管你们现在的人生状态是很丰满还是很骨感，都请大家要继续往前走。你继续往前走，会发现你脚下的路真的是越来越好走。你走下去的时候，你的那个姿态，你的那个样态，你的那个脚步也会更加的轻盈，更加的优雅，更加的坚定。这些好消息真的就在前方的道路上，宇宙跟你的守护天使都在看着你，渐渐的变得更加的美好。周围那些让你烦恼的事都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你们可以很平安很顺利的度过。所以请大家继续往前行，宇宙会把你送到一个很高度集中的能量场，在那个能量场中就是心想事成，点石成金的能量，魔法就在你的手上。你们要去撑下去，撑到那一天，撑到这个巨大的幸运和财富来到你们的生命中。所以大家在现在不论你们的状况如何，请保持心情上的稳定，继续往自己设定的目标迈进，好吗？以上就是给第二组朋友的讯息啦。我是米娅，那在 YouTube 跟 B 站的名称都是米娅塔罗。祝福大家，下次影片再见，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未来3个月内属于你们的爆炸性好消息。那首先呢，我们来帮第三组的朋友连接一下你们的能量哦。那第三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应该蛮多人在这一组是属于高敏感族群的，然后很多人你们是会对一些古文明、古迹啊、历史文化特别感兴趣，像是古埃及文明，或者说这种欧洲的这个历史，或者是说日本的这种东亚的这个历史，你们会特别的感兴趣，这些历史、艺术、文化的东西。好，那你们本身也蛮有灵性天赋的，你们很敏感，
常常会接收到来自宇宙的讯息或是声音。有些朋友在这一组，你们还可能会去做那个预知梦，或是说你们走到这个场域的时候，你就是身体上会有一些反应，在一些特殊的空间，你们会有一些反应跟感觉的。好，那另外我觉得你们这一组在日常生活上面，你们可能不是那种特别非常擅长整理或是做家务的，也许对于你来说啊，你是有一些苦恼，有一些苦手在这个上面，就是你能够维持一个基本的清洁，但是如果要说就是收纳着超级整齐，或者是说要把家里打扫的这种很干净，很像样品屋，对你们来说其实是有一些困难的。然后你们对于气味或者说细节很多东西，我觉得你们是可以记得很清楚的，即使要你现在再去回忆以前某一个场景，可能你跟你一个很重要的人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包含他那一天跟你说的话，或是他穿的衣服，那个场合，你可以感受到他手中的温度，或是当时有什么样子的那个氛围，我觉得你们回忆起来那个细节，其实你都可以好像非常容易的在你记忆中去唤起当天他的一个打扮，他的声音，他的一个形态样貌，你们可以马上就还原在你的脑海中。所以我觉得你们是蛮能够去记一些细节的，特别是别人都不会记得的这个细节、声音跟场景，你们是能够去记得的。然后关于你们的爆炸性好消息，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真的比较是关于，我觉得是跟人有关的。人很大一个程度，我觉得是这个恋爱、桃花、正缘这一方面。那如果你已经结婚了，你已经有这个感情对象的话，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好人缘，事业上的一个合作，这一种你的能量被推散出去，而人家喜欢你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那如果是单身的朋友啊，我觉得未来3个月内，你们非常非常有机会遇到一个恋人，就是期待已久的一个恋情，它要进入到你的生命中去活化，让你沉睡已久的那个恋爱之心。那这个恋人啊，这个新的桃花来到你生命中，它的能量会比较偏向土象跟风象，然后还有一点点的火象，在他星盘中的能量的状态是这样子的。你们第一次连接的时候，我觉得跟你们两个的共同的兴趣或是共同的学习的主题是有关联的。比如说你们两个都喜欢跳舞，或者说你们两个都喜欢唱歌，你们两个都喜欢玩某一款游戏，或是你们两个都在运动等等的。因为某一个共同的场合，共同的学习主题，或是说你们都对某一个歌手的音乐特别感兴趣，你们都对某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别感兴趣，因而深入交谈，就是某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嗜好，或是说你们两个过去有共同的这种生活圈的这个经验，你们谈起来的时候就是滔滔不绝，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共鸣。所以这个人我真的是，你一看到他，他一看到你的时候，你们立刻就感觉到能量非常非常的契合。不过呢，在这边我有看到一个能量是，我觉得有些朋友虽然你跟他第一眼一见钟情很契合，但是你们心里好像还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确定，你们还少了一点点信心，要不要跟这个人在深入的发展成感情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你过去在感情中的经验不是很好，让你比如说独身了很久，或者说让你把所有的能量都在冲刺你的学业精神，都在冲刺你的学业跟事业，因为你不想要谈感情去分散你的注意力。也许你知道你只要一谈感情，你就是没有办法这么火力全开的在经营你现在想要做的事业，也许你就会去分散能量，或者说你的心就会很大一个程度往那个人去偏移。你其实有一点像是想要好好的去稳定你当下的这个能量，因此你们不大敢去，就是你不大想要去因为一个爱情去动摇你现在已经建立好的一切，所以你们有时候会犹疑
犹疑说要不要进入这段感情的连接，这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我看到的是，因为有一些朋友，其实你在遇见这个新的人之前，我看到你们内心是有一个旧人的，这个旧人有点像是你放不下他，可是你在跟他继续就是这样牵扯拉扯，你好像又在短时间内看不到什么前景，或是这个人他其实已经有另外一半了，有对象了，你还是在纠结，还是在拉扯，或是说这个人已经很明确的跟你说你们不可能，然后他也就是好像就是封锁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回应，都没有讯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怎么说呢？你其实自己也知道等下去没有什么结果，可是你又会抱持着一点点希望。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的状况好像是这样。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新来的这个人他会融化你的心，你们当中会有一个关键的时刻，关键的转折，好像是这个人他去救了你，营救了你。比如说在你生命中，好，你遇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麻烦，他出手相救，一个关于金钱，或者说一个关于你需要什么样子的资讯，他提供给你，或者说你的心灵在某一个情况下其实是受伤的，你其实需要人多给你一些温暖抚慰或是支持的，这个人好像他能够来到你的生命中去等你，去陪你走这一程。或者是有些人，这个人会等待你的这个执念慢慢的放下，这个人会等待你的这个心魔慢慢的去离开你，所以他也有一个我觉得会是去营救你，去拉你一把，去好像把你从某一个黑暗的这种心情的状态中拉出来的状况，而你的心真的是慢慢的打开，跟这个人的慢慢的就是结合融合在一起，所以你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其实你就已经在心理上去接受了这个人，你们真的是慢慢的被融化的。然后在最后要决定的时刻，我觉得你就是奋力的一跳，往他的那一边，就是往他的身上去跳。有可能你们当中是有一些需要去跨过的某一个阻碍，或者是说你可能确定了 80%， 但是有 20% 不是这么的确定，因此你最后要相信的就是你的信心，因为有些东西你还没有看见，可能是他给你的一个未来，关于一个承诺，但是在当下他许的这个承诺的时候，你不知道真正你们的未来会如何，会不会去走到他说的那个地方，你没有看见的时候，你就凭你的信心先相信了，你相信他，你愿意奔向他，你也愿意有一点点的去冒险，你愿意去开放你自己心里最脆弱的部分，而对方真的能够去接住你的手，拥抱着你，就是当你向他跳过来的时候，当你冲向他的时候，他真的能够完完全全的把你接住。所以一方面你有这个相信他的信心跟勇气，对方也有这个实现他承诺言的这个勇气，所以你们两个都有勇气，因而你们两个中间的这个爱情的桥梁真的能够被接上来。这个说起来我觉得对你们来说真的不是很容易，对于第三组的朋友真的不是很容易，因为过去有好长一段时间，你可能真的觉得是老天爷遗忘了你，你觉得怎么你的爱情特别坎坷，好不容易看似可以发展成一段情缘，但又出现了这种各种阻碍，然后突然就是那个恋情好像又没了，或是说明明运转得很好的时候，你也放心下来，突然又有一个人好像插足到你的感情，就是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对你来说，我觉得你其实在感情中
已经不大知道应该要去相信谁，或者是说你已经不能够完完全全的放心，即使你在一段感情中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恐惧，甚至有些朋友你明明跟这个人住在一起，就是你跟他同居，但也许你的脑中会有想说，我自己是不是要另外再去买一个房子，或是租一个地方，以便有一天我跟他分手，或者说我无故被赶出去的时候，我还有地方住。有些朋友看到你们心中会有一些给自己的退路跟备案，那是因为你对于爱情有一个害怕的能量，不相信的能量，你觉得当然你不是，就是你并不这么想，但是依照你过去的经验，或者说你听到一些事情，你真的可能就是觉得说还是要多多保护自己比较好，不要完完全全的去相信一个人。而你们在人生中，我觉得在这个生存的这个拉锯战，或者说在你的生存中，我觉得你们也是很孤勇很勇敢的。有些朋友你们甚至现在已经是在离家很远的地方，自己建立起自己的一番事业，也闯出了一些名声名号。有些朋友你们内心是有一个愿景的，你希望去帮助一些人，你希望去实现你的理想。所以呢，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逼自己，或者说环境逼着你很快的长大，很快的去成熟。其实你现在有些人你真的是训练出一个把你放到任何环境你都能够去生存的一个情况。这个怎么说，这个能力啊是你们费了好大的心力去换来的，也是你们放弃了很多的东西换来了。你可能放弃了很多心中的这个柔软撒娇很温柔的那一面因为你知道你不能拿这一面去面对这个世界，所以其实你们把自己内心小孩比较可爱纯真的那一面，其实可能在某一天的时候全部都关起来收起来，然后告诉自己说，我就是好要往前走，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之前我都不要回头。好，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一直就是很孤独的在某一个状态中奋斗了很久，因此其实你们在前进的过程啊，某一方面这个态度也会让爱情不是这么容易的去接近你。可能过去有一些情缘他对你有意思，可是他并没有怎么说，并没有足够的勇气，然后在前面交流的时候，就因为他看到了一些难关，就没有继续跟你相处下去。他也是喜欢你，可是可能你们的门槛比较高，就是要让你真正的去打开心房不是这么的容易。如果是一般的交流，你们也是很亲切，也是可以跟他交流，可是就会有一点好像隔着什么，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到你的内心的感觉。好，所以其实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宇宙告诉你说，就是你们真的是要再放松一点，把你的感性层面多多拿出来，你们用的理智层面在面对这个世界来赚取物质上的金钱，或者说在工作上生活下去。但是在感情有的时候太理性，或是太去讲究一个什么样子的公平，那个情其实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谈这个爱情，其实它就没有一个土壤可以去生长。好，这个人新的人加入到你们的生命中，我觉得他可以某一种程度去扭转过去其他人给你带来关于感情关于爱情上的一个不信任感或是不配得感。这个人可以去让你相信，完完全全的相信，而且我觉得他蛮透明的，他会做一些让你觉得很放心的事情。比如说如果你担心这个金钱状况的话，他可能会就是拿他的存折给你看，然后跟他说跟你说目前他的工作，然后薪水存款是什么，或者说他会跟你讲一些他过去的历史，这个历史不管是好的坏的，反正就是一五一十都很坦白的告诉你。我觉得他就是你们透过这样子的交流之后啊，你看见他的坦诚，你也会去讲一些也许是你心中的秘密，你们就是彼此交换一些这种秘密，一些不会跟别人说的话，让你们两个的连接其实更加的深。在
再加上刚刚提到这个人他可能曾经救过你，在你危难的时候，在你危急的时候，说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伸出了这个关键的一双手去拉你一把。因此我觉得你们又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救援救助，对他来说呢，其实对你来说，对他来说呢，其实你们都会觉得说，这个就是冥冥之中上天上帝要让你们相遇。好，那这个人在物质跟金钱的能量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你们本身应该也是非常有潜质、非常有资质、蛮厉害的一群人。那如果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有自己的事业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在能量上也是跟你相当。如果你是领导者，他也是在他的那个领域中的领导者。那另外我还看到有一个能量，就是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强项可能不见得是在于对外的，不是在于就是在事业这种体系上不断的爬升。也许你是有自己的工作室，自己创业，或者是说你比较擅长去处理一些对内的这个资源，就是组织调配，你可能比较擅长属于做于他的这个后勤的部队。你们两个在一起，这样也算是一个强强联手，就是强强联手，有可能两个都是在外的这种强强联手，或者是一个主内一个主外的，然后两个人的能量都很强，能够互相的支援的能量。好，那基本上不用担心的是，两个人结合之后啊，在人生上，在事业上都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而且你们两个都蛮想要这段感情可以开花结果，蛮想要这段感情往一个紧密的方向去靠拢，就是不是背对背的走，而是心连心的走。所以当时那个人他才会在你危难的时候伸出手来救你，因为他想要你好，然后他也希望就是你跟他在一起，你们相处在一起之后可以去安排一些事情，这个安排比较像是长久的一个规划，让你们可以生活在一个无忧无虑的一个状态，就是你现在先规划好之后，未来就不用烦恼的那个状态。这个人是蛮有能力的，他也愿意去帮你，我觉得他的脑子非常非常的强，这个强特别是在一个运筹帷幄的一个状态，你可能看似他不是那种非常奋力跟辛勤的工作，可是他的这个工作其实都在他脑海中去盘算，所以他下的这个决定跟决策其实是能够大幅度的去扭转局面的。这个人花蛮多时间在思考怎么处理问题，怎么解决问题，所以我真的觉得他的能量蛮强的。好，遇到这个人啊，不只是在感情上的连接，我觉得在事业上，他其实也是一个可以去取经的对象，就是你可以去问他一些事业的运营，或是说老板是怎么想的，如果我想要去为我的这个物质生活，我想要提升我的物质生活有什么方法，我觉得你是可以去问他的。好，那如果是就是你已经在感情生活中啦，这个新来的人，我就觉得他很像是你们事业上的一个合作伙伴。我觉得不管他跟你是同性或是异性，我觉得你们都有那种互相欣赏的一个能量。这种我觉得感情或者是说这种合作，有的时候很难以说完完全全的，就是就这个人的状况而言我觉得你们不单单只是事业上的这一种合作，彼此有这种欣赏、仰慕以及感激的心情。好，有的时候就是除了利益之外，因为如果是利益的话，其实他可以跟很多人合作，你也可以跟很多人合作，彼此就只谈利。可是你们两个今天的合作，我觉得都是一个爽快感，两个人的合作都是一个认同感。他想要帮你，你也想要去帮他。我会觉得不单单是事业伙伴，更像是这种好朋友、同盟者。你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彼此欣赏，
如果没有办法去做这种灵魂伴侣，就有点像是我们是人生中的好知己、好朋友、红粉知己或是蓝颜知己。有些朋友给我感觉到的是这样子的能量，就是在背后默默的看照彼此，默默的守护彼此。有些人你们真的有那种很微妙说不出来的这种情感的连结在里面。好，这个人出现之后啊，我看见你们生命中会有很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也许本来这个冬天的时候很冷，你都只有一个人，你就是可能不想要一个人孤零零的待在房间里，就是那个心情会觉得就是没有动力去面对，或者是你很想要去在某些时刻你可能也想要去躺平或是耍赖一下。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出现之后啊，他会让你心情有安稳感跟安定感。过去当你觉得人生很苦，很想要躲起来的时候，你们都会去硬逼着自己，就是有点像是内心还在流血，可是又换上一张若无其事的面具跟表情，因为你不得不往前走，你不得不好待在这个环境，你不得不去面对，所以你们还是鼓起勇气去面对。可是很大一个程度，你的内心其实是被消耗的。而这个人来临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其实因为很多事情你有人可以分享，你很多事情有人可以讨论，很多事情你不再只是一个人闭门造车，不再只是一个人去面对所有世界的困难。宇宙真的是派这人来跟你一起走，两个人嘛，可以共同去商讨出一些解决的对策。而且宇宙也希望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好好的敞开心扉，好好的去享受跟他的这个粉红色的泡泡爱情的连接，享受一些温暖的柔软的东西。过去你们的这种因为生存不得不去伪装成的，就是被生存去逼出的那个坚强，不得不的那个坚强哦，现在在这个人面前真的可以稍微去放下了。你可能好久都没有去跟一个人尽情的撒娇，尽情的说你想要说的话，甚至有一点耍赖，有一点点任性。可是在这个人的面前呢，我觉得你真的是可以去展现出你比较脆弱的那一面。你们两个之间没有很大的那种角色的责任跟义务，就是如果你是男生，你也可以哭，你也可以在这个人面前撒娇。那如果你是女生，你也可以，就是你不一定是要很柔弱，你可以柔弱，但是你也可以成为去好像坚强的那个肩膀。就是你们没有说因为我是什么样子的性别，我就是会被套成说一定在这样子的感情互动中有什么样子的既定的互动的模式。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过去真的是对自己，我觉得对于自己的人生都有某一方面的坚持，可能你的作品，你的生活模式，或者是你想要在某一方面达到一个很高的完成，你想要赚更多的钱，你想要给家人过好的生活，或者是说你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在国外立足，过得很好等等的。所以你们一直以来火力全开的往前走，或者说一直以来在这个追寻梦想的道路上找寻了各种的方法。那我觉得过去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在你跟新的人遇到的时候它其实像是一个你的军师，你的诸葛亮一样，他可以去看清楚，比如说你们在实现梦想的这个道路上可能还缺了哪一些的关键，他可以很清楚的去点名，说清楚，讲明白，告诉你这些资源要去哪里拿，或是他身上就有。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你们人生中的神队友。对，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就觉得哇哦，真的是上天给你派来的一个
不能说得力助手，因为我觉得他已经超乎助手的这个角色跟程度，有一点点像是引导的心灵的导师，但是他应该，我觉得他并没有以这个心灵导师的角色跟责任自居，因为他想要跟你们谈的是感情嘛，但是你会某一种程度，我觉得你在心灵上会是去依赖这个人的，你们两个在未来的蓝图啊，就是很有可能会去缔结一段这种有契约的关系，婚姻的关系，你们两个会构筑属于自己的一个家园，自己的一个城堡。那如果说就是如果你们已经就是在稳定关系中的朋友，又要再一次说，我觉得你跟这个人可能会去发展成一个比较繁荣跟繁盛的事业体系。有两种，就是第一个，在你们现有的这个可能体系中，你去就是用同样的能量可以赚更多的钱。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你们有扩张的能量，比如说开分店，或是发展成不同的这种服务模式，接触到的人又更多了。所以你跟这个人合作之后，你跟这个就是一个很关键的这个事业上的伙伴结合之后，其实会帮助你的运势跟金钱能量都共同的往上提升。那有些朋友你可能会说，我已经在一段感情中，而我又没有自己要去建一个什么样的事业，那这个讯息对我来说会是什么的？我觉得它就比较有点像是你的这个好人缘桃花，你在未来3个月内会遇到一些贵人，他去帮助你在你学习的这个项目上，或是说在你未来想要学习的这个项目上，他会去引导你，他会去指引你，或是有一些朋友他是来到你生命中，让你觉得很开心很温暖。也许你们会一起参加一个什么样子手作的课程、跳舞的课程、画画的课程等等的，你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就真的觉得超级满足、超级舒压的。你看到了他们那个形态的生活方式，你也心向往之，你就知道原来生活是有各种不同的面向，有钱有有钱的过法，没有钱有没有钱的过法，并不是说好像如果金钱水位比较低的话，就一定要愁眉苦脸的过生活。其实会有很多创意的方式，有很多不同的人以不同创意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所以我觉得它有点像是这些朋友有点像是去打开了你一扇窗，让你不再这么纠结眼前脚下的这个困难，这个细节上的一个烦恼。好，那如果是这个单身或是目前还没有对象的朋友啊，这个真的就是正缘，而且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正缘哦。这个人各方面哦，我觉得在外在还有他的工作或是什么，都是一个你很喜欢的这种形态。他是一个我觉得很体面，就是我觉得很妙的是他呈现出来样子是你喜欢的，然后某方面而言，我觉得他也是符合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的那种好，不管是这个好男人或是好女人，他一方面吸引你，他一方面又不是会被人家去贴上说这个人是浪子，或者说这个人是这个玩咖，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这种浪子跟玩咖，他们也是超级有吸引力的，对不对？你也是可能被他挑逗的这个不要的。可是这个人他就是一方面能够去让你就是心痒痒的，让你不要，让你没有办法拒绝，但是他又有我觉得是其他人也会称赞的好。那某一些人，如果你遇到这个人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们的年纪是差不多在30或者是说40加的话，这个人他已经在他的那个行业有一个蛮不错的位置，或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一个位置，很可能已经是一个某一个主管，或是某一个前辈，某一个发号施令的人。好，这么好的一个对象，他真的就是宇宙要来给你的，就是宇宙要来送到你面前跟你匹配的。他看到你内在的强韧的这个生命力，在不管任何时候任何情境风吹雨打，你们都是
打不死的，杀不死你的，使你更坚强，就是你的这一份坚强的这个心啊，我觉得恰恰好去吸引了他。不管过去你们在感情中多坎坷，或者说事业上遭到什么样子的这种被朋友的欺骗，或者什么样的状况，你们都活了下来，然后你们活了下来到现在还能够遇到这个人，你们还能够一次又一次的重生，他真的很欣赏你内在的能量，而且你们很有话聊，因为这个人某方面他也是有吃过苦的人，他的人生比较像是好像曾经比较要么就是比较早年的时候很顺利，可是中间可能有家道中落跌倒过，然后又重新的奋起，或者是反过来他早年是比较辛苦的，那接下来就是凭着他自己的能力跟这种能量，就是让他整个人生的曲线图变得往上升，然后就是这种直的指数的这种生长，然后越来越平顺，就是往上，然后也是不是这种起伏很大的一个状态，它是往高处走，越看越广，这个格局也是越来越开阔，所以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啊，就是互相的提升，互相的帮衬，对。那两个人在私下相处上，我会看见有很多比如说精心策划的，特别是在前期精心策划的一个约会，两个人相聚的时候一起去外县市玩，或者一起去一个国家玩，然后两个人一起规划行程，一起去滑雪啊，挑战一个什么样子的运动等等的。我看见你们真的是有很多这种一起旅游、交换讯息、跑透透的能量，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比较像是如果有一个人其中就是工作比较忙的话，也会把另外一个人带在身边，如果可以的话会带在身边，如果不可以的话就是放在心上，可能就是固定时间会去传讯息，是你们的一个，就是你们会建立起自己属于自己的默契，几点到几点可能就会固定视讯一下，会固定讲电话。那如果你们是住在一起的话，可能就是固定说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有一天要一起一起出去吃饭，或者一起在家里看个电影什么的。我看到你们真的是有建立起属于你们自己之间的这个默契，生活的日常非常甜蜜的一个讯息。所以第三组的朋友，我觉得大部分都围绕在这个甜蜜蜜的爱情，粉红色泡泡的这个能量中。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的能量有对应到大家哦。那我是蜜雅，我的那个 YouTube 跟 B 站都是蜜雅塔罗，希望今天的影片有连接到你们的能量。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拜拜。